大家好，欢迎来到日本超商开箱系列。我是已经累积开箱超过160样日本超商商品的伊芙琳。这支影片要来继续开箱评测68样日本便利商店商品，那我们就开始咯。首先要介绍的是罗森增量47% 不加价活动，有的是增加总重量，有的是增加奶油，有的是增加内容物个数。不过不论何种，都不需额外加价又大分量。这次跟到的是第2、3弹的活动，商品很容易被抢购一通。通常下午来看，比较容易遇到补货时间。增量47% 是源于日本有47个都道府县，不过据说网友测量后发现根本不止增量了47%。第一样要介绍的是罗森猪肉蛋饭团47% 增量版，289日币，台币66。拿起来沉甸甸的，真的超级大一个。增量的部分是里面的午餐肉多一片，玉子烧很厚，搭配鲔鱼美乃滋超好吃。不过午餐肉本身偏咸，增量后多了一片，且饭团饭量少，所以咸度颇高。不过整体来说还是很美味又划算，即使没有增量，也是值得购买的饭团。罗森3种 mix 炸鸡块6个入47% 增量版，248日币，台币57，真的比普通款还要大盒很多。口味是3种 mix， 我原先以为是一盒里面放入3种口味鸡块的意思，结果发现竟然是一个鸡块里面吃得到3种口味的意思。号称炸鸡外皮是原味，内里是辣味和起司混合。炸鸡块跟常规款一样，吃起来很软，才台币50几元，又这么大一盒，真的超级划算。罗森酱汁鸡肉丸串47% 增量版，198日币，台币45。原本一串是4个丸子，增量之后是5颗，外层刷上甜甜咸咸的酱汁，还带有炭烤的香味。鸡肉丸子多汁，肉感很足，不是那种掺了淀粉的口感，里面还咬得到小小脆脆的软骨，不管是调味还是口感都相当不错。罗森炸厚切火腿47% 增量版，173日币，台币39，超级重超级厚实，横切面更是惊为天人。我对火腿的印象还停留在早餐店火腿蛋吐司那种薄薄一片的，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这么豪迈的大啃火腿，而且一个还不到台币40，超便宜，吃起来也是肉感十足，还吃得到有肉丝的肉块。罗森绵密浓起司蛋糕47% 增量版，319日币，台币73。增量的部分应该是上面一层类似糖霜的部分，底下是起司蛋糕层，并铺有碎饼干。味道的话，我只能说这是我在日本吃过最死甜的东西之一，真的甜到爆炸，而且是这3层每一层都超级甜，非重度蚂蚁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罗森红豆鲜奶油麻薯铜锣烧47% 增量版，200日币，台币46。增量的部分是内里的红豆和鲜奶油，多到铜锣烧的表皮都包不住。看对比示意图，感觉铜锣烧的外皮有做的比较薄，口感吃起来 QQ 的，且湿润不干。日本的红豆馅甜度偏高，不过鲜奶油也一起增量了，所以有稍微平衡它的甜味。红豆增量后真的超级大一坨，比较推荐给红豆爱好者，以不到台币50的价格来说，相当划算。罗森巧克力奶油和鲜奶油泡芙47% 增量版，181日币，台币41。增量的部分是泡芙的内馅，我的手掌蛮大的，这个泡芙的尺寸几乎跟我的手掌差不多了。里面的巧克力奶油和鲜奶油内馅增量后真的多到爆炸，泡芙的表皮很薄，虽然不是脆脆的口感，但是还蛮干爽的，不会湿湿烂烂的。其他罗森47% 增量的活动品项还有很多，像是半熟玉子乌龙面，增加了山药泥和1颗蛋，还
还有炸海鲜便当，增量后多了一块炸海鲜。面条增量后的拿波里意大利面，热量直接飙到将近1200大卡。增量后的马铃薯蛋沙拉三明治，宽度是隔壁一般三明治的1.5倍。罗森增量季活动商品介绍到这里，接下来继续开箱一般品项。全家强棒面炒野菜30% 增量版598日币，台币137。强棒面上层是炒高丽菜、豆芽菜、红萝卜、鱿鱼、蛤蜊、木耳等，面条是油面，汤汁偏少，个人觉得味道算是普通，没有强棒面的锅气，汤头的美味度也还好。如果是以这样的价格，不如到强棒面连锁店 Ringer Hot 吃小碗强棒面。罗森玉米热狗138日币，台币31。基本上，我觉得日本便利商店的玉米热狗，只要不是在橱窗放太久，基本上都无雷，便宜好吃又有饱足感。7-Eleven 玉米热狗139日币，台币31。我真的是玉米热狗的超级爱好者。7-Eleven 的应该算是我在日本最常买的一家。我觉得他们家的热狗外皮比其他间更加香酥，而且面糊的口味偏甜，是我喜欢的调味。7-Eleven 北海道产马铃薯牛肉可乐饼101日币，台币23。这个可乐饼也是我在 7-Eleven 最常买的品项之一，外皮酥脆，马铃薯不干噎，便宜又好吃。全家浓厚起司全家炸鸡，期间限定版本248日币，台币57。店内的宣传图是长这样，看起来超罪恶。黑胡椒粗颗粒的炸皮，咬下后是超级油润多汁的鸡肉，并且炸鸡中源源不绝地流出鲜黄的起司内馅，宣传图真的没有骗人。介绍中号称跟过去全家类似的商品相比，使用了最大量的切达起司，这是今年2月的限定商品，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犯。罗森炸鸡菌原味259日币，台币59。罗森的经典长红商品，一盒里面有5个无骨鸡块，表皮薄脆，肉质软嫩多汁。意外的发现，一个鸡块汤汁才1.5克，整盒鸡块蛋白质有14.4克，罪恶感直线下降。全家鲑鱼肚饭团258日币，台币59。饭团的米饭晶莹剔透又饱满，相当美味。海苔号称使用濑户内海产严选等级。鲑鱼肉不小块，还带有一块鱼皮，不算很油的口感，跟我想象中的鲑鱼腹不太一样。全家和风鲔鱼美乃滋饭团150日币，台币34。多年前在网络上看到这项商品在日本综艺节目中被一位裁判连吃都不吃就被判定为不合格，全家的商品开发人员还哭了出来。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节目效果，但这之后的数年一直很让我好奇这项商品的味道。饭团的米饭添加了高汤，稍微湿软一点，但是调味很好吃。内馅是鲔鱼搭配日式美乃滋，这种不可能不好吃的组合，整体来说相当美味，而且才台币34块 ，CP 值超高。超商饭团系列的订番商品，如果是在北海道购买的话，使用的就是北海道米来制作，包装上会加印北海道米 Love 的字样，也算是另类的北海道限定商品。罗森芝麻鲑鱼饭团北海道米 Love 版本167日币，台币38。饭团中含有大量的白芝麻与细碎的鲑鱼肉，整体没有过重的调味，大部分的味道来自于芝麻本身，算是一款蛮清淡的饭团。罗森和风鲔鱼美乃滋饭团北海道米 Love 版本167日币，台币38。米饭的部分添加了高汤和酱油，相当入味，搭配鲔鱼美乃滋很好吃，是我会持续回购的品项。罗森和风鲔鱼美乃滋饭团157日币，台币36。
如果是在日本其他地方的罗森购买的话，就是使用其他的米种，所以没有北海道米 Love 的字样。2月在福冈买的时候价格是157日币，3月在北海道买就涨到167日币。日本物价的涨幅也是很快。罗森阿波尾鸡鸡武木饭团北海道米 Love 版本181日币，台币41，味道就是用日本常见的炊饭调理包煮出来的炊饭味道，里面有碎鸡肉块。7-Eleven 鲔鱼美乃滋三角饭团150日币，台币34，鲔鱼美乃滋三角饭团，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都是超商经典的订饭商品。日本的美乃滋相较于台湾的是偏咸的口味，米粒也比较饱满 Q 弹。7-Eleven 炸鸡美乃滋饭卷北海道米 Love 版本463日币，台币106。这个饭团也是北海道 7-Eleven 才买得到的北海道米限定版本。里面的配料就是炸鸡搭配美乃滋而已，是不会出错的美味组合。台湾 7-Eleven 也有推出类似的商品，两种都蛮好吃的。全家浓厚巧克力卷298日币，台币68。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分量还蛮大的，有上过电视节目介绍的样子，看起来很死甜，所以本来一直不敢买，但想说都上过电视了，肯定是好吃的，所以还是买了。品尝后的确是美味的，外表有一层巧克力脆皮，中间蛋糕层和鲜奶油搭配起来，口感湿润，甜度也不会到非常腻口的程度，好吃推荐。全家咖啡巧克力鲜奶油蛋糕卷 Pure Air 美联名321日币，台币73，和法国知名马卡龙甜点品牌联名，真的不买不行。外表超漂亮，打开来后先欣赏了好久。内馅的巧克力酱和咖啡鲜奶油口感丝滑，蛋糕表皮也很软绵，整体口味非常有水准。以台币73就能吃到这样美味程度的甜点，我觉得非常划算。全家草莓百香果马卡龙三明治 Pure Air 美联名268日币，台币61。马卡龙有点塌塌的，中间的奶油夹层很厚，整体吃起来酸酸甜甜，和印象中甜腻的马卡龙不一样。奶油夹层中还有类似果酱的馅料，层次丰富，也是相当高水准的一款甜点。Seiko Mart 丰富牛乳鲜奶油布丁200日币，台币46。Seiko Mart 是北海道常见的超商，贩售许多北海道在地食材制成的食品。这款布丁上层覆盖了非常厚的鲜奶油，口感浓厚，下层的布丁比较类似果冻状，味道偏淡一点。7-Eleven 北海道产牛乳使用牛奶布丁214日币，台币49。上层有一点鲜奶油，下层是布丁和焦糖酱，布丁柔嫩，奶香浓郁，搭配苦甜的焦糖层，相当美味。7-Eleven 春季三色团子171日币，台币39。团子非常迷你，里面有包红豆内馅。红白团子包的是粒馅，绿色团子包的是露馅，吃起来差不多，就是想象中的味道。7-Eleven 软乎乎巧克力戚风蛋糕400日币，台币92。之前开箱过这款商品的原味和抹茶口味，每种都超级好吃。这次来吃吃看巧克力口味，戚风蛋糕依旧非常软绵，口味不会太甜，搭配入口即化的轻盈鲜奶油，真的超级好吃。这款商品虽然外观长得很普通，但非常推荐购买。我甚至觉得比很多日本平价烘焙坊的蛋糕好吃。7-Eleven 蛋沙拉面包171日币，台币39。面包中间的蛋沙拉真的给的超级多，真的很羡慕日本超商的面包，价格便宜，料多又好吃。
但沙拉是以日式美乃滋来制作，所以口味是咸香的。吉卡哇冰258日币，台币59，里面总共有分别包装的6颗冰，每颗冰只有1小口，所以感觉偏贵。吉的是草莓口味，小巴猫是苏打口味，兔子是香草口味，外面有一层薄薄的巧克力，里面是雪糕，不会有假假的香精感，的确是蛮好吃的。不过没有附贴纸，而且分量真的好少，所以感觉 CP 值稍低。全家蓝莓优格饮170日币，台币39，里面喝得到蓝莓果肉。罗森草莓优格饮218日币，台币50，里面喝得到草莓果肉的清爽优格饮。我觉得日本超商的优格饮也是很难踩雷的品项。罗多伦樱花拿铁237日币，台币54，喝起来超级香，虽然不会难喝，但是好像在喝护手霜。不过日本樱花口味的饮品好像都是走这个路线。罗森苹果茶118日币，台币27，以锡兰红茶为基底的苹果茶，果汁只有4%，不过调味是好喝的。罗森柳橙茉莉花茶158日币，台币36，果汁含量50%，包含柳橙、葡萄、苹果汁。茉莉花茶的味道比较喝不出来，整体口味很酸很甜。乳酸菌黑鹿北优酪乳151日币，台币34，号称可以改善花粉和灰尘所造成的眼睛鼻子不适感，还可以缓解疲劳、增加睡眠品质的乳酸饮。会嘎塞里菌 SP 乳酸饮151日币，台币34，号称可以减少内脏脂肪、改善肠道环境的乳酸饮，零脂肪且不加砂糖。芬达麝香葡萄汽水150日币，台币34，似乎是睽违12年的复刻饮料，所以包装特别的复古怀旧，无果汁纯添加，喝起来香精感较重。方科联名麒麟苹果气泡水170日币，台币39，由方科开发的机能性食品，号称可以抑制糖和脂肪吸收，喝起来就是正常好喝的苹果汽水，一瓶只有26大卡，超级赞，完全是减肥人士的福音，喝起来零罪恶感。北海道限定 Reborn Napoli 碳酸饮料180日币，台币41，具有100年历史的北海道限定饮料。我是在 JR 札幌站内的 Kiosk 超商买到的，使用北海道纯水和北海道甜菜糖制作，喝起来有点像橘子汽水，蛮清爽的。伊藤园北海道玉米茶北海道限定180日币，台币41。使用北海道产玉米、玄米、黑豆、小豆和北海道水来制作，零咖啡因的健康饮品。乌拉拉绿茶 JR 北海道原创商品130日币，台币29，同样在 JR 札幌 Kiosk 超商购买的北海道限定商品，使用北海道惠庭月纯水和京都宇治抹茶制作。森彦咖啡欧蕾北海道限定180日币，台币41。森彦是一间位于北海道神宫附近的古民宅咖啡厅，之前的札幌圆山一日游影片中有介绍过。这一瓶也是在 JR 札幌站内的 Kiosk 超商购买的。本店的咖啡欧蕾一杯就要将近日币1000，所以超商买的算是平替版，瓶子很美很文青，但是喝起来有点水，个人觉得比较普通。7-Eleven 咖啡拿铁139日币，台币31，热量只有惊人的45大卡，但是喝起来味道淡如水，跟我想象中的咖啡拿铁相差甚远。
熊本牛乳133日币，台币30。我是在熊本的全家购买到的，熊本在地生产100%生乳，来到熊本旅游必喝。立顿白桃黄桃茶，期间限定152日币，台币34。桃子的味道不会有假假的香精感，喝起来蛮清爽的。Tropicana 橘子葡萄柚果汁172日币，台币39，果汁含量20%，里面含有维他命 B1、B6 和维他命 C， 不过里面有另外添加糖。Welch's 一串葡萄果汁172日币，台币39，号称添加了一整串葡萄果汁，不过果汁含量是25%，并且有另外添加糖，喝起来葡萄味确实非常的浓郁，但同时也非常的甜。林荫茶叶的甜味，使用宇治上林春松本店的茶叶制成，好喝不苦涩的无糖茶。接下来是在日本大吃大喝后可以缓解罪恶感的茶类，麒麟特定保健用食品内脏脂肪减少绿茶180日币，台币41，号称可以提高人体代谢脂肪能力，将脂肪转化成能量来消耗，喝起来非常苦。三得利特定保健用食品高血压适用胡麻麦茶173日币，台币39，号称可以抑制血管收缩酵素，进而调节血压，喝起来就是很浓的麦茶。三得利机能性表示食品医幼卫门餐后血糖上升抑制茶173日币，台币39，号称里面的桑叶提取物质可以抑制餐后血糖升高，喝起来是偏苦的浓茶。罗森伊藤园无糖格雷伯爵茶118日币，台币27，使用带有佛手柑香气的茶叶制成，便宜大罐又解渴，不知道要喝什么的时候的好选择。全家台湾乌龙茶118日币，台币27，100%使用台湾冻顶乌龙茶茶叶制成，入口清爽，回甘不苦涩，支持台湾产品发扬光大。麒麟午后红茶无糖大吉岭冰茶180日币，台币41，口感滑顺不苦涩，喝起来有一种独特的香气，解渴的清爽好选择。麒麟无糖柠檬香红茶180日币，台币41，虽然是柠檬风味，但不含果汁，柠檬味喝起来不太自然，香精感较重。接下来要开箱的是日本超商中的点心饼干类商品。7-Eleven 发酵奶油洋酒香葡萄干三明治430日币，台币98，外层是厚实的饼干，里面是兰姆葡萄干和白巧克力奶油，葡萄干大颗且给的量很多，所以口感不错。不过这次去北海道买了六花亭来对比，如果六花亭的美味度是满分10分的话，我会给 7-Eleven 7分。7-Eleven 巧克力棒150日币，台币34，巧克力棒的外层裹满了巧克力，而且是放到嘴巴里面会融化的巧克力，不是假假的那种。中间的饼干有点类似美味棒，但口感更加轻盈，超级好吃，而且一包里面有10根 ，CP 值超高。7-Eleven 白巧克力猫舌饼干214日币，台币49，一包里面有9入，尺寸比白色恋人更小。外层的猫舌饼干是好吃的，但中间的味道超像牛奶钙片，跟白色恋人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个人不太喜欢这个味道，不会回购。7-Eleven 发酵奶油香巧克力小泡芙150日币，台币34，大小比一枚小泡芙来得大，巧克力内馅也比较多，但是外皮竟然不是脆的，家人觉得这个比较好吃，不过我个人偏好脆脆的一枚小泡芙。7-Eleven 巧克力司康108日币，台币24，一口大小的司康，里面有巧克力碎块，
口感非常的干，而且司康本身几乎是没有味道的，跟真正的司康差距太大。但作为饼干吃下去完全无法产生愉悦感，不会再回购。7-Eleven 巧克力可丽饼饼干108日币，台币24。轻薄酥脆的饼干外层裹满了巧克力，口感丰富多层次，超级无敌好吃。一包里面的分量不多，不过价格很便宜，所以建议多买几包。7-Eleven 巧克力麝香葡萄软糖150日币，台币34。最近好像在网络上蛮红的，内里是麝香葡萄软糖，软糖口感偏硬。其实我觉得麝香葡萄跟巧克力的味道没有很搭，吃起来算是中规中矩。7-Eleven 杏仁雪球饼干171日币，台币39。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吃雪球饼干，所以无从比较。不过我觉得口感蛮干的，调味方面也不是很合我个人的口味。7-Eleven 金色系列费南雪182日币，台币41，号称使用发酵奶油、消化奶油、3种杏仁粉以及蔗糖制成。虽然外层不是酥脆的类型，但口感湿润不干。7-Eleven 毛豆饼干片139日币，台币31。饼干片本身非常的轻薄酥脆，口感很好，毛豆本身的味道会比较明显，热量比油炸洋芋片来得低，算是比较健康的替代选择。全家毛豆零食138日币，台币31。使用毛豆来制作的毛豆饼干，外形仿照毛豆，外层撒上薄薄的盐粉，内里是空心的，因为很薄脆，所以口感相当不错，味道则是完全吃不出是毛豆。7-Eleven 大型白巧克力玉米脆果127日币，台币29。超级大的玉米脆果，跟包装上的尺寸一模一样，白巧克力口味很好吃，不过甜度偏高。那么68样日本超商商品的开箱介绍就到这里。如果有你感兴趣或是推荐的商品，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之前开箱过的日本便利商店商品影片连结已整理在资讯栏中，有兴趣的话可直接点击连结前往观看。那么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